有些人一听到保护个人隐私、个人信息这些词汇，就好像觉得这些东西特别麻烦，好像和自己关系不大，觉得自己就是个小人物，黑客与间谍就对自己不感兴趣，那就肆无忌惮的在互联网上裸奔。现在人手一部手机，而你的隐私和个人信息呢，基本都是在这部手机里泄露出去的。那泄露隐私这4个字对你来说意义不大，你可能不觉得有什么，我以前也觉得没什么。然而当你逛过一次暗网之后，你就会被吓到。为什么在暗网上有人会把你的个人隐私打包卖掉，几百块钱就能买到上百万人的身份信息，而这信息里面就有你，除了你的名字、生日、地址之外，你的手机号码、银行卡号，甚至微信的聊天记录、夫妻之间的私房照、家里摄像头的监控录像，应有尽有。我呢有幸的意外的逛过一次暗网，所以呢还是得注意点。那我们很懒，又不想太执着于保护隐私这么麻烦的操作，害怕因噎废食，影响了我们使用网络、使用手机、使用科技产品的体验，从而影响到生活的便利。那怎么办？今天我分析了一下我自己的心得，只要做好这3件事，你隐私的安全性至少能提高到99%。第一，换个苹果手机吧。苹果手机不是很自由，它没有安卓便捷，但是更安全，安全到连国家机构都无法破解。那就是因为一个原因，因为苹果手机的系统它是闭源的，闭源就像是你开的车，而你的引擎盖被焊死了，坏人打不开这个引擎盖，也就无法搞事情了，那就没办法偷偷打开你的摄像头，没办法半路拦截你的手机验证码，访问不了你的麦克风，看不到你的聊天记录，也无法掌握你的具体位置。同时用过安卓和苹果的人都会同意一件事，苹果有点保守，许多简单的功能就是不如安卓，比如不能随便安装未经验证的插件和 APP， 它不让你刷机，不允许你后台偷偷跑任务。那这是苹果做不出来吗？不是的，是因为做出来了会牺牲掉安全性，所以不做而已。而安卓这种开源系统，注意是开源系统，啥都可以改，啥都可以装，甚至没问你同不同意就自说自话的跑到你的手机后台看一眼，然后还偷偷上传你的隐私资料，偷偷看你相册里的照片，如果你的相册里有对他们不利的证据，把你删掉，你都不知道。所以如果你有2部手机的话，最重要的事情是把重要的东西放在苹果手机上，那打游戏啊、拍视频啊，那就用安卓吧。但如果你只有1部手机可以用的话，那就买苹果。第二，关掉键盘的完全访问权限。所以说的这个键盘很多人也许不知道这件事，你在手机上敲上的每一个字都会被记下来，尤其是那些很聪明的第三方键盘，比如搜狗输入法呀、百度输入法呀、微信输入法呀、Gboard 输入法呀，这些只要你给了它完全访问权限，它就能默默记下你所有的一切，然后把这些你打的字、你输入的信息传到他们的服务器里，变成所谓大数据的一部分，然后再把这个卖给别人，需要你信息的那帮人。你晚上给你老公老婆发的悄悄话，通通都被人看光了。你在淘宝上搜某某某牌减肥药，输入法记下来了，那他马上推荐给你。你发了个老公我想吃烧烤，然后你打开小红书一看，立马推荐给你烧烤店。我们不是说大公司会干这些事情，但是你防不住大公司的员工偷偷备份了这些数据，然后卖给坏人呀。而这些事情呢又十分的常见。当然了，关掉键盘的完全访问权限会牺牲掉一点便利，比如我吧，我从来不会打开这个完全访问权限，所以我的输入法呢，我就经常会打错字，因为输入法需要权限才能学习我打字的习惯，而我也发不了那些很有个性的表情包，因为一般你要有权限才能使用表情包。但这点小麻烦和被别人偷窥你的隐私比起来的话，我觉得算不了什么。第三，避免使用公共 WiFi， 或者使用的话，请你注意一下这个 WiFi 对不对。当你走进这个商场、车站或者咖啡店，你想省点流量，那你会不会选择连接上公共的 WiFi？ 比如你到了一家星巴克，你找 WiFi 的时候呢，你打开那个设置，点开 WiFi， 一看到了一个 Starbucks Free WiFi， 然后你点了连接，以为你省了手机流量，好开心啊！但实际上你连接的可能是坏人伪装的 WiFi， 你没连接上星巴克的 WiFi， 你连接上的是黑客的电脑。你在喝咖啡，
免费上网刷手机的同时，你手机上的一举一动都在那个坏人的屏幕上直播着呢。只要你连上了这个假 WiFi， 那你在手机上输入的账号密码呀，你买单用的身份信息呀，你收到的短信验证码呀，你和别人的聊天记录啊，在坏人面前那是一览无遗。甚至他偷偷打开你的摄像头和麦克风，看着你听你说话，你都浑然不觉。或者更狠的，当你点下链接的那一刻，你正好进入了他一个伪造的网站，这个网站会要求你输入你的个人信息，然后这些信息呢会被坏人打包起来卖到暗网上去，几百块钱就能买好几十万个个人信息的全家桶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经常接到精准的推销和诈骗电话。总结一下，懒人最稳妥的保障隐私的3件事：一、使用闭源的苹果手机，闭源可保你隐私周全；二、把你的键盘输入法的完全访问权限给关掉，别让键盘出卖了你；三、尽量别用公共 WiFi， 特别是当你用安卓手机的时候，避免在地雷区裸奔。